今天花莲傅昆萁跟罢免团体的领先人这个辩论2轮，每个人12分钟，这中选会办的了好吧？他们讲些什么？看一下。这是怎么放在那里的？时间是？对啊，我看不到时间。今日6首场大罢免公办说明会，第一位登场的就是党团总召傅昆萁，而他更是罕见带了满满的政见手板，但罢免团队才刚开始发言就先下马威。关于您个人对于赖清德总统与民进党的看法，我们公民是没有兴趣了解。问 A 答 B， 答非所问，会让我们对于您担任立法委员问政的基本素养的疑虑。而罢免昆萁的理由，除了为什么可以要求做这3项主要建设以外，又很荒唐的说，要求10年来新建环岛高铁，做一个假的一个提案。这回不停赖总统傅昆萁炮口对准罢团，只是下一秒双方冲突又一触即发。保有他一贯傲慢的态度，在我做罢免理由书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这个现场。他非常的不尊重公民。我们已经争取到这么多的权益给我们花莲乡亲，如果这一次柯建铭所推动的大罢免成功，一切将成为偶然。而林头在新竹罢团猛攻阵前，疑似跟大陆关系密切，更搬出先前告发的法律案件来佐证。办理罢免说明会，他的桌上也放着多只手机，在删除他的赖账号，是否为湮灭证据？郑正乾曾经是我的竞争对手，但是这一次我支持郑正乾，很多都不是真正的法院的判决，只是他们在抹黑。但郑正乾打出小草牌，搬出先前对手柯文哲的妹妹柯美兰来替自己辩护，只是在新北的说明会，张志伦没有出席，就让罢团直接改编张雨生曲送给他。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补助没了，预算也没了。首波大罢免倒数10天，随着说明会陆续展开，罢免反罢方也更短兵相接。好，那么花莲呢，基本上他们因为都是截断，我看主要是说罢团是说傅昆萁要搞各种交通建设到花莲要花2兆了但是对花莲来讲花多少钱其他地方也许关系，花莲人想就是要回家的路嘛，所以傅昆萁说傅昆萁推了花东3法，竟然是原罪成为罢免的理由所以你如果是全国投票，也许大家反对，但是在花莲投票，花莲人怎么会在乎到底这个花钱多花钱？花莲要的就是我要一条路嘛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花莲打得很凶了因为罢团一直去民进党秘书长去了好几次那这是傅昆萁的看板这个我看傅昆萁的好，我们看这是傅昆萁的看板，不同意罢免。罢团呢搞了一个看板，搞到他上面去，看到没有？这实在很恶劣。7月20号，他不知道你投我说傅昆萁是什么意思呢？我问他们说不是傅昆萁，是罢团的。罢团是说你同意罢免傅昆萁，傅昆萁不会知道意思是这样，搞了这么一个广告。然后呢，这边说青天白日满地红不是傅昆萁的共产红。民进党现在很喜欢讲的就是说，以前老讲的时候是反共的，现在不反共。我告诉各位，我在这边讲，我也是国民党党员，国民党是反共反台独，怎么不反共？当然反共，谁他不反共，叫他出来讲。朱立伦不反共吗？柯志恩不反共吗？谁不反共？反共，当然反共，只是说你反共，你要每天跟他打架吗？这是2回事情嘛。你反共，川普反不反共？川普也反共但他跟中国大陆要不要谈呢？你该谈还是要谈嘛。你每天打你打得过吗？你真的打得过吗？登陆你打得过吗？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一点我一定要讲。你们天天讲老讲反共，是老讲反共，老讲也因为用反共搞白色恐怖，你们要吗？戒严你们要吗？你不能只要一个老共的反共是整套的那时候戒严是怎么来的？就是反共嘛，说到处是匪谍，说我要搞戒严嘛。然后绿岛监狱关了很多人，才要参加一个读书会就把人家关起来，我看了都觉得不忍。那为什么反共那个时候，你现在每天讲老共好，老讲好棒，反共，你有些人不反共，你认为现在要恢复那个时候状况吗？你不能只要一个你要就全部，你要吗？而且今天的共产党跟老讲的时候共产党是一样的吗？也不一样嘛。那时候经济多烂那是老共刚拿到大陆共产党头30年，那是关门打狗，3反5反3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陆一穷二白，很惨
他现在是这样子吗？他也不是嘛。我再讲一次，共产制度我不喜欢，我一点都不喜欢，我也不认同。但是你也不能否定他的交通建设、经济发展，那是大家也看得到嘛，美国也都不能否认嘛。所以他有他的这个执政的优缺，我们有我们的优缺。那我们好好实施我们的民主制度，好好的在台湾搞建设，大家来拼一下嘛，来比嘛。你不要老是没人他反共，所以你要反共，你要反共，那是怎样要打仗啊？所以那要反共，那就全部搬过来。你还要30-40年、40-50年那个状况吗？你不能只每天再喊一个老蒋，我听了我就觉得讨厌嘛。你每天他反共他反共，那你怎么样？你要把它全部写来吗？你真的要戒严吗？你真的要恢复当时白色统治？不是你们反对的吗？不是这样子吗？来，国成兄，我觉得这个罢免啊，现在老百姓认为这是政治斗争，那民进党啊，让老百姓感觉民进党就是把输掉在边得了。这台湾人非常非常忌讳的是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像罢免，我也跑过去帮人家这个缓罢免呐、助讲，我看到蛮多的人认为民进党不应该这样做。就像前天我下去台南救灾，台南是民进党的大本营呢，每一个人他有一个网路在传，也是我们去访问他，他就讲啊，民进党你莫个小罢免啊啦。你整个干的消罢免消噶，他所有的问题，也就是说，连现在民进党掌控检调之后，连媒体他都有办法去掌控。那天发生以后，民视也好，那个三立也好，278则的新闻，只有报他灾情不很轻微的地方只有3则，他们看了就会很难过。所以他们就是说，他们是次等公民，他们过去支持民进党，现在民进党事情发生了都没有来，他们就讲你们个消罢免啦，这罢免都到底，这百姓会死啦，这是民进党台南的大本营，这些受灾户所讲的。那我是觉得这样啊，罢免傅崐萁的场我也去，那个士气之高昂。他恨民进党恨到什么程度？很简单，他的理由就3个。他推花东快速道路3个是那个法案啊，是2兆，所以傅崐萁十恶不赦，是这样吗？可是刚才赵大哥所讲啊，花莲人想的不一样，他只希望有一个安全回家的路。傅崐萁去提这个案。那蓝白合作通过这个案，请问傅崐萁他有什么错嘛？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啦，这个罢免已经没有理性，这完完全全是民进党在消耗台湾人的一切。所以我是觉得7月26号出来反罢免，投反对票。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是全台湾去罢免傅崐萁，可能还可以，因为你们都叫我拿2兆给他，花莲没有花那么多钱。但你现在花莲嘛，对花莲来讲，那个就是花莲人要的嘛。来，郑浩宇，刚才赵大哥讲到这个反共一定要有一个配上白色恐怖，我是无法苟同这个。不，当时就是这样嘛。因为反共在当时的时代，你说1950年代、1960年代一路到1980年代，到冷战结束前，这世界上有相当多的国家都在反共，但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白色恐怖。英国也在反共，德国还分了东西德啊，那个整个欧洲、美国、加拿大，相当多的国家都在反共。那这是一个这个时代特定的这个氛围。那好，但是我们现在拉回来看，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现在这一届的这个国民党的委员感觉好像特别的不一样？这不是只是我们单一说单一的民进党说这是什么这个合作这个叫什么去了，是选输了什么要翻桌，不是这样子啊。因为当时在选举完结束之后，大家原本也是期待有一个新的国会带来一个新的气象。如果我们看到现在相当多现在被什么转绿的这种蓝营的名嘴，也有说他们觉得这一届的立法院国民党的党团其实应该是要好好的去专注这些民生性的法案、民生性的建设，然后少去做这些东西。懂呀，子啊，我们现在地方很多的地方的建设，中央因为
这个财政划分法钱被挖光光的，现在好多的计划被延宕在那边动不下来。咱也我跟你讲，我们发现到是，让他讲。这我们看到的是说，这整个国家整体原本应该要有一个好好的这个正常平衡的这个国会生态，我们在这一届看到不太是这个样子。吃好的这个我先回答一下哦。国民党的情况是跟英美什么都不一样，他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去嘛，那跟其他是不同的嘛，所以他当时很怕，真的他也怕。老共到台湾了，老共是什么混凝土啊、823，他是想把台湾拿去，所以那个时候反共有他的背景。我没有说他不对啊，不是说他搞白色恐怖对或不对，我没有这个评断，我只是说他当时搞的是一整套的啦。那你现在不能只从里面拿一个招，其他都不管，是不可能的嘛，因为他当时是有他的背景的那过程。我是觉得这样啦，哈，那至少你的发言我当然是尊重，但是我跟你讲，你们现在所做的，我们通过任何一个民生法案。我们都是中共同路人呢，但是我必须要提醒民进党，过去陈水扁当选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他会独立啊，那有没有独立嘛？没有。马英九当选的时候，他会把台湾卖掉，请问一下有没有卖掉？所以啊，你们现在还一直啊要做什么抗中台啊、抹红啊这些台湾人哦，看顾为先啊。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今天开始不能谈民调了哈。那告急可不可以呢？李进勇说，具有民调的外观就认为这是反规定。早上我们看媒体这样报道，什么叫具有民调的外观？大家搞不清楚了哈。后来呢，这个立委就追问他说，不能喊告急吗？我很危险，不能吗？李进勇说，我没说不能。哦，然后说呢，我没说能不能啊，我没说不能。我没有说不能讲了2次，可是呢，但是我不方便就这个问题在这个场合说你可以，你不可以，所以呢，但是呢，这一点请体谅，我没有说不能，他就跟他我没有说不能，但是我并没有说能，我说我没有说不能，你们自己去衡量，到时候呢，反正有事情再来这个再吵嘛，那另外呢，这个。有人说了，我也接到一些传说了，说是没有投票通知单。有了。那我跟他们讲，我说会有了，只是现在没接到了哈。理论上1个礼拜前应该收到。我收到。但是中选会说2天以前，说2天以前啊，我觉得2天有点紧了哈，所以能够及早发给人家嘛哈，因为这是有些地方有一些投票所还换了地方了，因为有些私人地方一听到罢免，他不想给你用。另外听说有些学校。他在整修，因为学校只有趁暑假整修，他可能也觉得说我在整修施工啊，怕危险啊等等。有一些换地方，当然你也可以上网去查你在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但是应该是会有投票通知书的哈。所以呢，李进勇也说说呢这个现在没有收到，但是呢是会寄的啊。那另外呢，那要监票嘛，很多人就怕做票，我碰到很多人讲会做票。那国民党的主工会主任徐委员说，他是有非常多的志工了。他说现在有5900多个投开票所，那每个投票所有2个这个监票人的话呢，要差不多12000多个6000的话就12000嘛，要12000多个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说要小心说罢免有10大奥部赌盘说赌盘是在选举没有影响力，很多人不是支持干赌盘，我要去赌博赢钱。赌盘说蓝营挂了赖清德、柯建铭宣布戒严关税谈判无进展然后呢刻意升高两岸冲突，虚构蓝白砍预算这是他们说这是民进党的10大奥部啦，中学会、行政部、总理，反正一堆啦，就认为说要小心这些奥部那另外呢，国民党说下礼拜宣布戒严不是国民党，都有人啦。王世坚说胡说八道这是在恐吓人民。我们看一下，这就是大家会担心藏票啦因为我们刚刚讲说有未用于的。一看726罢免投票纸箱，考察的委员觉得怪怪的，因为每一张罢免投票单都很重要，尤其这一次是第一次罢免投票，从投票到开票动线都得确定，确实跟选举投票没有不同，但若是当天遇上台风天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改期，第二个办法就是换地方。
换地方来投票。只是国民党立委徐宇珍问到这题，这次的罢免投票是不是不会有投票通知单？我都有嘴讲甲无烂哈，2天以前你就必须要把公报跟投票通知单都要送到家户。听不懂的，他永远都是听不懂啊。但是呢，适可而止啊，因为不要把我们的老百姓都当作是盘子。主委周华雅当场 diss 国民党立委，强调在投票前2天就会收到。不过这一次5947个投开票所，到底有多少民众不在原熟悉区域投票？每一年这个投开票的场所呢，都会有稍微的变动，不可能一个都不差。那民宅的主人、所有权人，他基于个人的考量，有一些不方便，我们当然尊重。到考察结束，仍没确切有多少民众受到影响。不过已在罢免投票日前10天，不能发布任何关于民调的外观资料，呐喊选前告急是否也不行？只具有这个民调的这个外观啊。严格的说起来，并不是跟这个学理上所谓的这个民调有若干的差距，但是呢，在我们实务上就个案的认定，还是会认为它是有违反规定的。原本很笃定就是违法，但在1小时后变了调。竞选的行为其实我们不放在底下定论。都不能喊抢救，没有吗？没有哈。好，看来答案认定以主委说了算。那慧姐。我觉得这个中选会是我们国家最高的选务机关那对于我想民意代表所提问的这些问题，说真的，我们刚刚看了一遍这个影片说真的自己都脸上可能不止3条线，因为搞不清楚什么叫具有民调的外观。那所以有民调的内容就可以吗？应该把它更具体的讲清楚嘛。民调不行就不行那你告急行不行？就像之前也喊我们新北市选委会说不能写踊跃投票。他说踊跃会这样，你写踊跃的话会影响到这个罢免人的这样的一个投票意志，那变得把反罢免的叫出来。说真的，你一个中央选举委员会，你就应该要针对中央的选务这些任何的选务，根据客观公平的事实来去做一个评论，让我们全国老百姓有一个可以有依归的一个方向。但是呢，不管是刚刚问到的到底能不能讲告急什么，你也是感觉好像是讲非讲，那到底行不行也搞不清楚。那试图要造成整个选举或是整个罢免的投票的一个混乱，我说真的，罢免投票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够混乱了，族群的对立，大家的民众的这个感情的撕裂还不够乱吗？那你在这个投票上，你都不能有一定的一个方法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想过去很多什么各县市选委会查水表，已经搞得各县市选委会已经晕头转向，很多这些协助这个选务的这些人员都已经不知道该有所不知道如何依归了。那你中央选委会，你居然在这个最后的一个投票时间的这相关的一些规范动线这个词语，你也没办法统一的告诉大家。我说真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中选会的主委真的是太失职了。叶佩君。中选会稍早是在那个官方脸书上发表了一个比较正式的澄清但是基本上我觉得跟前几天总统府澄清那个赖总统讲郭国文手机讯号的事情一样，就越澄越不清因为中选会的声明3大段你浓缩起来就是4个字：个案认定。可是如果李进勇在自己一开始口头上的说法就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问题。问题是他今天早上被媒体追问到的是说能不能喊告急的时候，他的回应是说，实务上就个案认定还是会认为违反规定。这个就已经超过个案认定的假设性程序，而且是李进勇已经把自己的这个认定说出口，告诉媒体了。然后中选会的声明虽然又把这个口径退回到个案认定，绝口不提告急，但偏偏呢第3段又提了一个会认定处罚的民调讨论样态。那这个例子跟告急还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大家就问说，你的样态跟原本你是说违法，那后面又多了一个另外的违法样态，可是又不好好解释你原本说的那一种，那到底是怎么样？不就是越陈越不清吗？那后面我想补充一下刚刚讲的这个傅昆萁委员，他因为他过去的问政风格，还有他的这个参政路径所以罢团就绞尽脑汁，现在要把他拱上最前线，想要把他当一个目标。之前就讲嘛，说他是首恶就要去罢他。那但是讲来讲去呢，大概上去讲一些说他跟中国大陆关系密切啦，感觉他像中共同路人感觉他跟这个大陆关系很好啦，感觉他亲共。那怎样？有违反国安法吗？刚刚张志豪议员讲的还是一样这一套逻辑感觉现在的国民党立委感觉跟过去不一样，你的感觉能够拿来当做呈堂证供吗？它是一个依法这个判例，一个违法的实例吗？
不要忘记耶，共谍都在你家，所以不要在那边感觉东感觉西。我真的听了觉得这个超级不负责任的。那最后的关键在花莲来说，立委的选举是比县市长选举更看重个人而非政党。你讨厌别的选区的这个党籍立委，不代表说他自己所在的这个选区的立委候选人他就不能支持了。那更不要说，如果民进党的算盘是说他要找出一个政党暗点来操作全国的选情，那不要忘记哦，赖清德也好，柯建铭也好，那才真的是民进党的政党暗点，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不过基本上是这样了哈，就是说我不管国民党、民进党的都不可以去做匪谍、共谍，帮老公讲话。这我想是全台湾的大家应该认同了啊。那如果说国民党委员这样子的话，就把他抓起来嘛。对。内乱外患罪判他嘛。内乱。我们有这样的法律，不是没有啊。哦，所以那你现在戴帽子，然后呢，傅崐萁是首恶。然后呢，王宏威啊、徐巧芯啊、罗志祥啊，因为是干部，所以都是跟着他，这逻辑是有问题。而且还有一点哦，这点哦，我在想，那个时候包括饶庆林也去过大陆去推销他那个世家农产品。傅崐萁到花莲什么东西？花莲没有什么工业产品，以前有大理石，现在大理石也禁止出口，因为要管制嘛，杀死也不行。那现在他就是西瓜嘛，花莲西瓜很好啊，对不对？然后米。哦，因为花莲有一部分跟台东池上就在临街，所以我们在那边也有一块地啊，哦，我们去租了一块地了，去种米，有机米，哦，有机米很难种的。那基本上，他为了农产品的大陆去，你是不是有一段时间，因为大陆不准农产品去，影响很大嘛？而且他那时候是地震，就花莲的那个地震呢，一直都没有复原。花莲不是地震就是风灾，就是反正搞这些，所以他去希望能够推销这种农产品。那你把他骂了个臭头，说他是匪谍。他如果能够帮花莲推销农产品，那不是花莲人也喜欢吗？那不是这样子吗？那是饶庆林也去啊，很多其他的蓝营也有人去啊。为什么农产品的大陆杯葛我们，不准我们去？那农民这个哀声连连呐，哦，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那你不能帮他去推销，要不然你政府买嘛。你不能帮他推销，那他一个县长、一个立委去推销，这就是匪谍。我觉得这也太过分了吧！真的有匪谍有罪。把他抓起来，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现在1万块，看发不发啊？左荣泰说发1万块干什么？你去买遥控飞机、遥控机、冰箱，买了就没了，买这干嘛？我是不太懂哎，这状态。会去买遥控。第一个，也许有些小孩会买了，但他买什么随便，那也是你给他钱就要促进消费嘛，希望经济能够好。遥控飞机也是经济一环啊，他做遥控飞机，他不是经济吗？冰箱贵的还不止1万块了哦，可能还要再加了哈。那这也都是消费嘛，那你要怎样呢？1万块你管他用什么，他只要买东西就好了。所以当然了，就是说以前马英九的时候是怕，所以大家把钱存起来，所以呢去发消费券。后来蔡英文的时候也有3倍券啊、5倍券啊，后来也说发6000块现金啊。赖清德也说发现金好，发现金好。那怎么你们就可以呢？那到蓝白就是不行呢？你们发的时候就说那是社会正义、社会福利，蓝白就是选举买票。哦，我觉得这个逻辑，我觉得最主要是民进党觉得说要发也是我发。怎么你发呢？怎么你做好人，我不会做好人吗？哦，好，那么所以呢，下面就等，现在等什么？等726。如果把你罢掉，如果没罢掉，再说什么释宪不释宪。如果罢掉你，到时候搞不好民进党说好，我来发哦，我发12000，我发16000，哦，比你1万还多，或者我发6000，我发8000，哦，都有可能哦。那所以呢，就是说，卓荣泰说你们这是违宪，哦。那大法官这个提名人也说有2种啊，一种是到底是法律案还是预算案嘛？对，预算按照宪法，立法院不得为增加预算的提，但是它是法律案啊，是一个整个法律案。当时老农年金啊什么不是用法律案来吗？那不是那就可以呢？那是许信良提的。原来农村在台湾都是国民党的天下，许信良当民进党主席，说我老农年金3000块，哇，农民高兴了，公哇，干萝卜叫你友好，对不对？哇，居然能够每个月过3000块，整个农村就翻脸了啦！大家不要以为没效，怎么没效呢？我跟陈水扁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当时里长没有补贴的，里长都没有，就是1辆摩托车，然后一份什么联合报、中时、中央日报。陈水扁说里长全部3000、5000，我才讲了一个3000、5000，
我说怎么可以花这么多钱呢？大家就高兴啊，发钱呢，我后来才发觉啊，原来是有用的哦。好不好？他们说止痒绿油油，你们说不能发钱给老百姓啊？很多民进党的绿媒啊，很多那种外面做的公关公司啊，侧翼啊，这谁给的钱呐？而且钱都给很多啊，所以呢，卓奎说这个钱呢应该集合起来买无人机打共匪，或是盖粮仓才对国家有益。没有人不准你买无人机，也没有人不准你盖粮仓，你有预算嘛？他现在发的是去年超收的5283亿，里面的2300多亿，对，你还有剩下一半以上，那个都可以用啊。不够你也可以编特别预算，不是不能编，可以编预算的。而且这只是去年超增了5283亿，过去几年加起来将近2兆啊，1兆多元呐啊。那另外呢，在野党卓荣泰批这个呛在野党说，你不会省预算就换别人，因为他们曾经在野党就笑卓荣泰说，你不会做行政你就换人，然后这样好抓到就你不会省预算就换别人啊。那黄国昌说啊，插话竟然还会传染，难道钱只能给绿营来挥霍吗？网友炸锅说，你管我买什么？本来就是你只要给我钱，你管我买什么呢？好不好？这个连这个企业大佬三生会的理事长林柏峰都说，补发现金能提升民众的幸福感，政府应该检讨他自己的不当支出。你政府那些支出都没有问题吗？那预算都变得真的是对的吗？我们看一下。高雄视察储粮设备，卓荣泰拿冰箱做比喻。那我们如果把粮仓盖好了，我们把粮食安全当作国家安全来做，但是我把这个钱也花给人民，一人1万块，他可能买个冰箱、买个储物柜来保证自己的粮食。卓荣泰的比喻为的正是11号蓝白联手通过的普发10000元现金。如果把国家的钱给海委会，让他去购置无人机，那国家安全得到保障。但是如果把1万块发给国民，可能每个人可能是买遥控飞机而已。如果说政府现在要举债，我也宁愿举债来修复民法，来救灾。卓荣泰说，岁计剩余，目前在编列4100亿元后，仅剩300亿。若要普发10000元，剩下的自然要举债。或许也因台下都是自家人，卓奎越说越起劲。我期待那些不会省预算、不会算预算委员、不会省预算，我们就叫别人来审好，不要让他们再审，好不好？好，让他们没有机会乱审乱算预算，国家才能健康，才能进步。只差没把罢免2字说出口，在野立委也反呛卓奎不演了。在这样的场合讲这样的话，是不是适合？他们到底还有没有心要朝野共同解决很多的大事？你们不是我不会救灾，你赶快下台，不要每天在那边胡言乱语、颠倒是非。来这。我真的觉得很遗憾哦，昨天没有去，因为在仁武那个粮仓那一场，我本来是有报名要去，但是因为要参加一个告别式，所以才缺席。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到，没有一个蓝营的委员到，我们没有一个白的委员到，所以他才会讲说我们在场的要把那些不会审预算的人，他就在指我们嘛。我很会审预算，而且我很会看预算，所以我很清楚知道我们的预算这一次发2350万的话，2350亿的话是完全是不用举债的。如果说你财政这个整个把它规划好，是不用举债的。我们是用过去超征的钱，那很多人就大呛说你没有缴税，我们全国有这么多人没有缴税。对不起，你买的任何的饮料、牛奶，任何东西都有税在里面。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是卓荣泰真的是完全是不演的，而且他完全没有任何一个，完全是把这个罢免高于他所有人民的一个利益啊。所以我真的觉得，他如果说在这一次的726，如果真的让蓝营可以过关的话，我觉得这整个的行政内阁都要好好来做一个思考啊。所以呢，特别是他提到了，一般民众是不懂得法律案或是预算案，但是我们在问大法官的时候呢，顶多他们只敢说，要么就说不违宪。顶多他们只说有争议，绝对不敢说我们拨这个2350亿是违宪的。所有的大法官这个候选人，没有人敢说这样的话，因为本来就是嘛。你一天晚用那个所谓的宪法第70条告诉他我们所不能够去增加预算，但是我就告诉你我们有个宪法63条啊，而且呢我们在
讲一个更细节，在预算法的第91条，我们只是征询行政院，但是我们不等于行政院就可以来告诉我们该不该删，好不好？所以这个法律条文，我真的不知道卓荣泰旁边的人有没有让他清楚的知道，我们身为立法委员的角色，我们很清楚什么是一个可以是完全是合法合宪的部分，所以我们提出来。蓝营执政那么久，怎么可能会做一个违法的事情？更不可能去做一个政策买票，更何况2300亿，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提出来，那还是我们的优先法案呢，就已经我们提出来了，不要每次都把它跟这个所谓的罢免挂上一个等号，然后说我们的政策买票，你就问嘛，那些青鸟、那些黑熊，他们会因为你发了1万块就投给国民党吗？不可能嘛，那既然不会被收买，何来买票之嫌？所以我觉得这个卓荣泰真的是，如果他自己不下台的话，他周围的幕僚要下台啦。乃金。就是像知恩刚才讲的哈，因为绝大多数的这个民众呢是不了解这个法律案跟预算案的差异啊，所以这个卓荣泰这样子的胡说八道哈，他的诉求也不是他的诉求，就是要去坚定哈，现在呢所有呢罢团的人呢，在7月26号的时候一定要出来投票。就把蓝营的这些被罢的这个委员呢，讲成呢就是一群十恶不赦。好，我今天又不给这个国防预算，好，又不愿意加强国家这个防卫的韧性，不给台电，对，不给台电啊，我觉得这个最可恶了。就是在讲说什么，是因为呢你们删这，所以因为蓝营啊这个删这个预算，所以使得台电呢没有办法呢去强固他们的电网哈，所以没有办法去强固我们，才会造成这一次呢这么多的停电的问题。这简直是开玩笑嘛！这个跟在这一次的特别条例里面呢，拨补台电的1000亿，把它删掉，完全是两回事哎。你们在审预算之后有删台电，他们去强固他们的那些电网，1毛都没删，我觉得非常的恶劣，这就是在造谣。可是呢，对于他们现在呢，因为罢团这段时间以来，因为赖清德的团结实讲呢，就一直出包打掉杂质，其余人口长毛象，然后呢，到了然后这个柯建铭呢又现出原形。刚才这个张志豪委员说啊，把这个跟戒严啊什么东西合在一起哈，说反共跟戒严合在一起哈，他认为说这个不成立哈。可是就这次的民进党的操作的手法来讲，他就是如此。他呢不敢喊戒严，但是呢，他现在呢他就是要透过这次的大罢免，把他们现在呢在立法院里面呢，赖清德觉得说凭什么？凭什么你蔡英文呢可以是多数总统、多数国会？凭什么我这个赖清德呢是少数总统还少数国会？然后你们这一群人呢，他们很容易就去给你们扣上这些的帽子，就是你们都是听习近平解释指示，然后都是中共同路人，所以既不支持国防预算，还这边做这些的扩权，然后还删预算，就是要让我的赖清德的政府，我这个台湾人的主权意识的政府呢不好做事。好，所以我现在呢，把你们这些人通通清洗完之后，柯建铭不就露馅了吗？他就要动用刑法100条啊，他就要动用国安法来清除你们这些人啊，反渗透法啊，你们还没有什么言论自由，什么讲什么你们反对共产主义，那你们现在那么多的言论呢，要跟中国大陆好来好往，这个不是中共同路人吗？这不是在地协力者吗？所以，因为他们现在的这个气势呢，受到这些现行的言论的影响，所以再加上这个蓝白呢，又在立法院联手，能够还税于民，发了这个1万块钱，所以这卓荣泰就是语无伦次啊。接下来再回来。好，那么因为现在有13万片的光电板哈，所以呢，光清除就要1.5个月哈。那另外呢，废弃物就算当一般的这个废弃物也有2000多公吨，1公吨是1000公斤的哦。嘉义有6个光电厂哦，那灾损占40%哦。那嘉南有13万片一共哦。那另外呢，怎么办呢？嘉义说县府呢打算把地拿出来租。
供这个废弃的光电板去堆置在那个地方哦。布袋纤维有5万片破损，也没地方放哦。那嘉义的志宏池哦，有4成也是灾损，也没地方放哦。那另外呢，这个立委呢，这个王玉敏去问环保部长彭启明，说会不会变成登革热的温床哦？因为天一热，然后没有清除又积水，就可能变成登革热病媒蚊的这个温床哦。那另外呢，整个毁损了14万5千片光电板。那环保部长彭启明说这是无毒的哦。那陈金辉也医生，他说怎么是无毒呢？因为光电板含有铅，有含铅，还有铜，甚至还有银离子都有的哦。如果说它在海水，如果特别海水最可怕，因为海水有盐分会侵蚀啊，慢慢腐蚀，还是会释出的哦。怎么会说都无毒呢？因为他们是说这是什么？这个最后面是什么晶圆晶圆细沙有毒呢？它不是只有这个东西啊，它还有其他的成分，还有一些贵金属，还有一些铜，还有一些这个铅还有银还有这个焊，如果你是焊接，还有一些焊的物质等等都有了哈。那官方说，哎呀，我们只损失了0.4%，没有像你们讲那么严重了很多光电还好好的了等等那民进党执政到现在光电开发的环评是不做环评的，理论上讲是要做环评，但是因为一些绿电是政治正确所以没有人敢阻挡所以不用做环评了所以呢，立委就是大开后门特别水面型的光电还被排除免做环评，只要在水面就不用但是水面风一来就倒一片那另外呢，这个彭启明说年底总体检要来检讨所以就是说，你环保部不是经济部的环保局，环保部要坚守替台湾好好顾好台湾的这个环境的立场，这非常重要的甚至你有的时候你的政策可能跟财政部、可能跟经济部、可能交通部是有冲突的，那你要守好你的立场，因为环保基本上是一个弱势，经济常常就经济发展压住环保，所以你环保部一定要站稳你看，你不能都替他开脱、替他解释你叫什么环保部呢？你这环保部长怎么干的呢？我们看一下。这次呢，在嘉义还有台南的这种志宏池，还有几个渔塭，他们总共这个太阳光电板因为台风登陆点的附近，所以毁坏了总共14万5千片，总共是2800吨。我们针对10个等于是对身体有害的重金属进行这个量测，那所有呢都是大概有一半是零检出，那其他的呢除了锰之外，因为那个当地的这个锰它的这个浓度比较高，本来就比较高之外，其他都是合于标准。来，这个国成委员，我觉得光电板这个问题从嘉义、布袋啦、台南啦、北门啦这等等，大家都知道，台南市、嘉义县、屏东等等这些太阳能光电板是最密集的地方，这是台南市。但是这次我说实在的，政府所说官方损失只有0.4，这一点自欺人，骗人。因为我现场去看，在海边里面所有的光电板里面，还有你们一电共生的这些都垮下来了，怎么会只有0.4呢？所以现在我常讲，连媒体都被民进党掌控，而不实报道。所以这些，那当然彭部长你想说这个是无毒，好是你讲无毒的以后你要小心历史上一定会记你一载。太阳能光电板一旦攻陷以底下的鱼，是没有人敢吃的因为不管有没有核能，不管有没有这个人体伤害，我跟你讲，光电板本来就有伤害，所以我是觉得这样我们现在的政府都很喜欢美丽的数据欺骗我们善良的老百姓。现在到底有没有破损这么严重？你去台南看一看嘛，你去那个嘉义看一看，你去高雄大树看一看嘛。它损害的程度到什么程度？那当然也有我举一个，很多老百姓就讲，台南就是新营那个太子爷头也断掉了
这个家里啊，观世音头也断掉了啊，这个蓝棍生啊，蓝棍心啊，那个城门也倒掉了。你知道，民进党的侧翼怎么讲？哦，这是发财的象征，是这样吗？我们是台湾人，我们是有信仰，我们是相信老天爷，但是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不祥之兆，所以你政府要想办法怎么救灾，赶快做嘛。现在已经第9天了，垃圾不清，然后这些光电板不清，请问一下，这个登革热太阳一晒下去，难怪以前台南登革热死了100多人。你赖清德在当市长的时候，你也不是不甩，所以我是觉得这样政府真的不要粉饰太平，你这样在欺骗台湾人民，有一天台湾人民会唾弃你的。来，郑豪议员，其实光电板是不是对于水会造成污染，这不是一个，我以为这是一个科学性的问题嘛。如果说假使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光电板，我们刚刚去查是结晶系太阳能板，那结晶系太阳能板根据实验是泡在水里的话，它基本上不太会露出它的所谓的任何的污染源。重点是因为它有一个叫做高密度的聚乙烯，先把它包住的，所以实际上这个太阳能板是不是直接接触到水的？但是就算是，比方说，好，刚才赵大哥有讲到，如果它是盐水，它确实是比较不太 OK。好，但是我们在中南部的这个养殖场，你说分成这个咸水的跟盐水的这种养殖场，它当然就会有一个先后顺序的差异嘛。那现在我们也看到说，他们承诺1.5个月之内要把它全部清除，就是不管它有毒无毒，但是我们当然是尽全力的去把它清除掉。但是你说在这个之前需不需要恐慌？假使现在开始恐慌，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你就说啊，现在开始这个养殖鱼都有毒，好，那你说接下来我们这些鱼是不是要滞销？接下来我们的这些养殖场现在就已经受到灾情的这些侵蚀的这一些农民渔民，他们接下来这1.5个月的生活怎么办？他们的鱼还有人要买吗？如果这样子的恐慌继续的扩大，那对我们的国家并没有帮助啊。如果说我们大家会秉持的科学的原则，我们知道这些太阳能板做的用什么样材质做的，他们实际上损害的状况是什么，我们当然能够理解，我们对这个事情就不会产生过度的恐慌，不会有一些奇怪的这些假的讯息，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真正的风险，但是那些风险如果被无限的扩大的时候，你就会造成社会的恐慌，那对我们的社会并不是好的事情吧？志豪议员真的要讲科学吗？每一句所讲的话都要接受检验的。我今天对于彭启明部长呢，非常的失望，而且我觉得彭部长，你真的是有愧于你这个环境部长的这个角色职责。你不要说这个太阳能光电板，它在回收、利用、分解的过程之中，是不是会排出废气？它光是这个太阳能光电板，在这一次这么大的风灾受损的情形之下，你的那些玻璃的碎片，你的这些东西。你吃到鱼的肚子里面去了之后，它就对鱼的本身造成影响了，然后再进入到这个食物链里面。志豪议员竟然说啊，这样子会造成恐慌，谁造成恐慌？你今天部长如果能够在第一时间负起责任来，告诉大家说，我们现在非常的重视它可能对于我们的养殖渔业所造成的伤害，然后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已经结合了这个农业部。要针对这个渔民的这个来进行补助，要对于所有的这个光电板对于环境所造成的危害，我们要来进行非常严格的这个回收。他今天讲的不是这样中国大陆为了要去解决这太阳能光电板的问题，他们已经研究了很多的方法。没办法解决问题，民进党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之后我刚刚的说法就是标准的情绪勒索，你不去告诉大家这个鱼的100%安全在哪里，但是你去讲你任何的质疑会破坏他们的生计。但是质疑的来源不就是你们的消息不够透明吗？你一直洗地说光电板没有毒，但是不影响鱼塭养殖，但你没有要回答玻璃碎片这些东西会不会被鱼吃进去，捞捕之后会不会让人民吃下肚，这才是真正的问题。